师傅，我爱你。边儿去！哎呦，汗出呀！你还拍，给我滚！在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田园治愈剧中，有一个角色，他不是主角，却凭借独特的经历与成长历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谢小春的弟弟谢小夏。这个由史鹏元饰演的少年，有着黝黑的皮肤与随性的发型，性格热情善良，老实憨厚，做事踏实又勤劳麻利。他自幼丧父，便跟着村里的木雕非遗传承人谢和顺学习木雕技艺。可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望，这份渴望促使他做出了改变命运的选择，开启了一段充满坎坷与成长的旅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深入探寻这位云苗村的憨憨少年，木雕坊的首席大弟子谢小夏。因为有风剧中的人物之间故事线是有交错的，如果大家看到重复的部分，还请多多见谅。如果有遗漏的情节，欢迎大家补充。关于人物解读纯属个人见解，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接下来让我们3连打卡启程云苗村。谢小夏在剧中的第一次出场就和师傅谢和顺爆发了剧烈的冲突。这天，娜娜给谢小夏送早餐，正好撞见了谢和顺正在训斥谢小夏。谢小夏因为自己想搞点创作，被师傅认为是不务正业，面对师傅劈头盖脸的一通骂，谢小夏噌的站起来向师傅认错，把师傅吓得一激灵。见师傅还没有消气，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您这木雕要卖得出去，我保证好好雕。您几十年的老手艺，还评了州级非遗传承人呢。您雕的这根雕随形，前天就摆在这儿了，放在这儿都能镇宅了。还有外边那椅子，是个人的模样，磨包浆了也没卖出去啊。那个来看的人也不少啊，只要咱们手艺好，没用，都是来拍照的，能带走点什么小摆件啊、小手串就不错了。师傅，您平时也雕，村里其他师傅雕完也送过来，这么多东西根本卖不出去。要我说，您就不应该开这木雕坊，在网上卖也一样，还省这么多花销。夏夏，谢小夏长期在传统的师徒关系中处于服从地位，他对师傅固守传统、回避现实的不满积压已久。借着这次冲突，他终于打破隐忍，直白地指出木雕坊的东西卖不出去的核心问题，甚至直言不该开这个木雕坊。字里行间是对僵化模式的反抗，也是压抑情绪的释放。作为年轻一代，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传统手艺在市场中的困境。来的人都是拍照的，大摆件没人买，小物件更实用。这些观点远超师傅只要手艺好的理想化认知。他的焦虑不仅在于生计，更在于对传统技艺生存现状的担忧。再精湛的手艺若摆脱市场需求，终将被边缘化。他并非否定木雕手艺本身，而是不满守着老物件无人问津的现状，强调网上卖也一样，本质是希望通过贴近市场的方式让手艺活下去。这种对新渠道、新形式的认同，藏着他对传统技艺革新的迫切期待，也暗含着年轻人对打破僵局的本能追求。师傅谢和顺听完刚要发火，娜娜端着早餐走了进来，巧妙地打破了尴尬的气氛。谢和顺走出了房间，娜娜放下早餐，也开始批评谢小夏。我都觉得你懒散，他就是气不顺，看什么都不顺眼。还不是你惹他生气啊？不是我，是我一师弟。算了，不说了，没意思。什么没意思啊？窝在这儿没意思，你不觉得吗？我不觉得。这儿能有你们上海好？这里有这里的好，上海有上海的好。好什么好？面对娜娜对自己懒散的批评，谢小夏的第一反应是将矛盾转移，先把师傅的怒火归咎于气不顺，又试图用师弟的事模糊焦点，最后干脆以没意思回避问题。这种问题不在我的归因方式，本质是对自身与师傅冲突的逃避，也是对传统与现实矛盾的无力回应。窝在这没意思的直白表达，是他对当下生活的全盘否定。这种否定并非基于理性思考，更多是情绪驱动的宣泄，既不满师傅的固执，又找不到突破困境的路径，既渴望改变，又看不清方向，于是将迷茫转化为对周遭一切的消极评判，用没意思掩盖内心的无力感。当娜娜提出这里有这里的好，上海有上海的好时，谢小夏直接否定，好什么好，暴露了他当下非黑即白的认知模式。在他眼中，家乡的好无法与上海的吸引力抗衡，传统手艺的价值必须让位于市场变现的现实。
看不到两者共存的可能。这种思维源于他对现状的不满，也暗含着对外部世界的片面理想化。他默认上海代表着更好的生活，将家乡的局限与远方的想象对立，反映出一种向外寻找答案的思维倾向。在他看来，当下的环境并非源于方法问题，而是这里本身不值得留恋。这种认知既带着年轻人对远方的天然向往，也藏着对现实问题的简化处理，仿佛离开就能解决一切。谢小夏的初次登场，通过与师傅的激烈冲突和与娜娜的简短对话，迅速为观众勾勒出一个充满矛盾感的年轻形象。通过短短2段对话，谢小夏就立住了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挣扎者形象。他有打破常规的勇气，有贴近现实的清醒，也有年轻人常见的迷茫与志气。这种复杂感让观众无法用简单的好或者坏定义他，反而会好奇这个刺头般的年轻人接下来会走向何方。许红豆来到鱼苗村的第2天，就去到了有风小馆，看到木雕坊挨着小馆，就顺便走进去参观。在木雕坊里转了一圈，突然对放在角落里的一个木雕产生了兴趣。这个木雕正是谢小夏自己搞的小创作。此时谢小夏手机里正在播放的是王者荣耀的相关视频，可见他并没有完全沉下心来做木雕。同时他这个爱好也算是编剧埋的一个小伏笔，在之后的剧情里会回收。看到有人对自己的作品感兴趣，谢小夏停下了手中的活，开始乐呵呵的和许红豆对话。你雕的谁啊？我姐。你姐？啊。你不说我还以为我姐呢。你从隔壁咖啡店来的？嗯，我看2家院子挨着。那个咖啡店就是我姐在经营。你姐是谢小川？你认识我姐？我租的房子呀，昨天来的。哦，你就是小园的新住客。我叫谢小夏。许红豆。许红豆。啊？哎，这个给你，拿着玩吧。谢谢啊。没事，有空过来。哎，拜拜。此前他因为创作被师傅训斥不务正业，对传统木雕的质疑也始终不被理解，内心对于自我价值的渴望一直处于压抑状态。许红豆主动关注他的作品，这一细节像一条裂缝一样，瞬间让他感受到被看见的暖意。他乐呵呵的反应，停下手中活的急切，都是压抑情绪的自然释放。终于有人不把他的创作当胡闹，这种认可远比语言更能击中他的内心，让他从与师傅冲突的挫败感中暂时抽离，显露出年轻人被肯定时的纯粹喜悦。当许红豆提到自己从有风小馆过来的时候，谢小夏立刻主动关联，说是自己的姐姐在运营，甚至在确认许红豆是租客后，下意识的伸手握手，并郑重自我介绍。这些细节藏着微妙的炫耀心理，通过强调与有风小馆姐姐谢小春的关联，间接抬高自己在鱼苗村的存在感。而主动赠送小摆件，则是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强化我能创作有价值东西的认知。本质上，这是他被认可后急于向对方证明我的想法、我的创作是有意义的。许红豆的出现就像是一个意外的开关，让谢小夏暂时逃离出了叛离者、焦虑者的标签，显露出年轻人在被看见、被认可时最本真的雀跃与真诚。这种心理状态既呼应了他此前对被理解的渴望，也为他后续的成长埋下伏笔。原来打破困境的可能，或许就藏在这样一次简单的被看见里。谢之遥和谢小春交流的时候，听说谢小夏最近心浮气躁，无心工作，还突然想要去上海，种种迹象表明他疑似网恋了。谢之遥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放手，让他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毕竟谢小夏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强硬的阻止只会让他更加逆反。最后谢之遥决定晚上喊谢小夏来家里吃饭，顺便再开导开导他。晚上谢小夏应邀来到了谢之遥家里，他还是挺懂事的，没有空手来，给谢阿奶带了一个大火腿。谢阿奶热情的招呼，让他明天再来家里吃饭。谢之遥开门见山，直接询问了谢小夏上海朋友的情况。谢小夏说自己姐姐上过大学，所以阿妈比较认同姐姐的观点，自己只是初中学历，有什么看法都得不到家里人的支持，去上海只是想去玩一下，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在谢之遥的一再追问下，谢小夏才承认了自己是去找工作的想法。谢之遥苦口婆心的劝说，希望谢小夏不要轻易放弃。谢小夏才说出了前因后果。就是我上海的朋友，他有朋友在上海开了木雕工作室，能介绍我去面试。
行不行再看。他朋友是开木雕工作室的，那他是干嘛的？他是搞民宿的，最近去桐庐出差了。他说等他出完差就让我去上海，去他家住。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呀？我干活的时候直播，没什么人看，就他给我搭上了。后来被我师傅逮了，说我不务正业，就没开了。对于谢小夏认识的这位上海朋友，谢之遥是心存疑虑的。谢之遥作为土生土长的鱼苗村人，曾经也在城市与乡村间往返，对于天上掉馅饼的逻辑有着天然的清醒。谢小夏口中直播时打赏的上海朋友凭空安排工作的描述，在他看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素未谋面的人仅凭打赏就许诺工作，背后是否藏着陷阱？是真心帮助，还是利用年轻人急于离开乡村的心态？这种对机会真实性的质疑，构成了他满脸疑虑的核心。与其说是担忧，不如说是对潜在风险的敏锐警觉。看到谢之遥满脸愁容，谢小夏连忙解释：可你们别总把我当小孩了，我都22了，就想出去看看。那你打算怎么跟你师傅说啊？就说去玩2天呗。工作的事儿，人家也不一定要我。我师傅最近气不顺。哎呀，你别找借口。如果你真动了出去找工作的念头，你就要跟大伯说清楚，这是对他最起码的尊重。而且啊，木雕坊那边呢，也可以安排其他的人手。行，我知道了。至于你妈那边呢，我就跟她说。先吃饭吧。谢谢哥。谢小夏的这番话是对自己成年身份的强烈诉求。他认为自己已有能力做决定，反感被贴上不懂事、需要管教的标签。这种抵触源于他对自身价值的焦虑，既想通过出去闯证明独立，又因为缺乏经验而显得底气不足，只能用年龄为自己辩护。当被问及如何和师傅交代时，谢小夏的回答就说出去玩2天呗，暴露了他逃避的心理。他并非不知道师傅的脾气，也清楚出去工作对师傅而言意味着背叛传统手艺的期待，但他不愿直面冲突，既怕师傅的斥责，又不想放弃远方的机会，于是选择用敷衍的借口暂时掩盖真实意图。面对谢之遥要跟大伯说清楚的明确要求，谢小夏最终点了点头，这体现了他的妥协。他未必真心认同必须坦白的逻辑，但谢之遥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成熟与权威，且提出木雕坊可以安排其他人手的解决方案，让他无法再找借口。当谢之遥提出我去跟你妈说时，他立刻笑着说谢谢哥，暴露了他对长辈的依赖。在自己无力处理家庭压力时，下意识的希望有人替自己承担，这份轻松的笑容里藏着对被兜底的庆幸。谢小夏此时的心理更像是一个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年轻人，既渴望挣脱束缚证明自己，又缺乏直面冲突的勇气，既反感被当作小孩，又不自觉地依赖他人的庇护，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当下的逃避交织，构成了他矛盾又真实的状态。谢小夏在谢之遥家里吃完了饭，回到家里，此时他的阿妈宝平婶正在洗衣服，她招呼谢小夏坐下，把谢之遥和自己通电话的事情告知了谢小夏，表示已经同意让他去上海了。谢小夏以为母亲在生气，宝平婶说其实自己是因为放心不下。阿妈，我以后肯定赚很多钱，在城里给您买大房子住，离医院近，什么都有，你就等着吧。我住不惯，你带你媳妇儿住吧。谢小夏回到家时，本来已经做好了面对母亲反对或指责的心理准备，但宝平婶不仅同意她去上海，还坦诚是放不下心。这种包容与理解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期。此前她对家人的态度或许带着会被阻挠的预设，此刻母亲的开朗像一层缓冲，让她紧绷的神经突然松弛，积压的不安转化为释然。原来家人并非要困住她，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牵挂她。情绪激动下，谢小夏脱口而出
出，以后肯定赚很多钱，在城里给您买大房子，这是他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想用物质回报消解愧疚，用成功证明自己出去闯的选择是对的。22岁的他对成功的理解尚显单纯，但这份承诺背后是强烈的自我证明欲。他想让母亲骄傲，想证明自己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想让家人相信他的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归。而宝平婶温柔的牵挂直击谢小夏的软肋，他或许意识到了自己一心想出去闯，却忽略了家人的牵挂。母亲明明不舍，却选择尊重他的决定，这种愧疚与被理解的感动交织，让他热泪盈眶。这泪水里有对母亲的亏欠，也有被无条件支持的温暖，被母亲软化的脆弱，急于回报的冲动，对未来的憧憬，以及藏在激动下的对现实风险的暂时忽略，构成了谢小夏此刻复杂的内心。这既符合他年轻气盛的特质，也为后续可能的挫折埋下了伏笔。他对成功的承诺越重，面对落差时的冲击可能就越大。时间来到了第二天，谢小夏听了谢之遥的建议，决定去找师傅把话说清楚。可没想到刚走到师傅家门口，就看到一个师弟被师傅打了出来。给我回来！你拿回去，拿回去！师傅看到谢小夏很意外，问他来找自己的目的。谢小夏没好意思说出口，看到师傅急眼了，谢小夏才支支吾吾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师傅，我就是想去上海玩2天，顺便看看能不能在那边找个工作。我听上海的朋友说，那边的木雕工作室也在招人。我也没去过其他地方，我就想去看一看。也不一定行。师傅，您别生气。去吧，我这小庙也装不下你这大菩萨。去吧。谢小夏刚来到师傅家门口时，看到师弟被师傅赶出来，师傅情绪激动，自己的底气明显不足，支支吾吾的状态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他意识到师傅或许早已经察觉到他的动摇，自己的借口在师傅面前不堪一击。他原本试图用去看看不一定成的弱化决定重量，甚至可能暗自期待师傅像母亲那样包容，但师傅脸色骤变，小庙装不下大菩萨的讽刺回应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师傅的失落与决绝像一记重锤，打破了他先斩后奏的侥幸心理，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选择对师傅而言是一种背叛和否定。师傅关门的瞬间，他被独自留在原地，此前被去上海的冲动掩盖的不确定性开始浮现，让他对自己的决定第一次产生了动摇。他所谓的闯荡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直气壮。在最后一个镜头里，门上的缝隙将谢小夏框成困在框中的身影，既暗喻着他被传统与现实夹饰的处境，也折射出师徒间因为误解产生的隔阂。师父眼中他急于挣脱的外逃者，镜头里他却像是被无形框住的迷茫者。缝隙的割裂感强化了两代人观念碰撞的张力，留白处竟是未说出口的牵绊与怅然。为了辅助谢小夏的上海之行，宝平婶在家里做了很多的鲜花饼和乳扇，让谢小夏当做伴手礼带去给上海的朋友。而谢小夏此刻正在木雕坊隔壁的有风小馆帮娜娜试吃新品，顺便向娜娜打听上海的一些零散信息。你吃过这个华夫饼吗？不知道，没吃过。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我上海的朋友，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知道。那你就去问他呀，问我干嘛？他现在工作，不好意思打扰他。那你就好意思打扰我？
从谢小夏打听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上海之行是充满期待的。谢小夏主动向娜娜打听上海的信息，展示华夫饼图片，本质是对远方的好奇在驱动。而一句“我上海的朋友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知道”，更暴露了他对这位网友的过度信任与美化，仿佛对方是打开上海世界的万能钥匙。这种认知带着22岁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理想化滤镜，将未知的风险与复杂暂时抛在脑后。他先是自然地向娜娜打听消息，被反问后又随口说出他现在工作呢，我不好意思打扰他，却没有意识到打扰娜娜同样需要顾及。这种对比显露出他的冒失，因为对上海之行的兴奋而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甚至默认身边的人被打扰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状态并非刻意的冒犯，更像是年轻人在过度关注自我目标时对人际边界的暂时迟钝。此时的谢小夏就像是一个即将踏上远途的少年，满心被未来的憧憬填满，既天真又有些自我，既雀跃又带着点不知所措。所有的言行都围绕着上海之行这个核心，却暂时没能力周全地顾及周遭的细节与他人的感受。这时候上海的朋友给他转了300块，谢小夏开心地收下了钱。从微信的聊天截图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聊天模式，只不过谢小夏涉世未深，看到了点甜头就被牵着鼻子走了。于是他动了跟网友一起炒股的念头，但是自己又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向娜娜打听炒股的相关信息。娜娜果断地否定了谢小夏想炒股的念头，犀利且直接。你觉得我行吗？不行，风险太大了。像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一进去就是一把新鲜的小韭菜。谢小夏对娜娜的评价有些失望，但此刻内心的兴奋早已掩盖了他对炒股风险的基本判断，也为后来的上海之行变故埋下了伏笔。谢小春来到有风小馆，看到谢小夏在这里摸鱼，3言2语就把他撵回木雕坊去了。在出发上海之前，谢小夏偷偷潜入母亲宝平婶的房间，把自己的银行卡摸了出来，从她进门拿钥匙取银行卡，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说明他早已经知晓银行卡的准确位置，只是平时对钱没有太大的需求，所以并没有去拿。而这一次上海网友所谓带他赚钱的建议，让他动了歪心思，在利益的驱使下，他逐渐失去了理智。出门时撞上了正好进来的宝平婶，谢小夏急中生智，说是找自己的牛仔裤，才打消了宝平婶的顾虑。谢之遥的弟弟谢之远因为个人糗事在村里传开了，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去镇上的火锅店打工。谢之遥在有风小馆召集几个知情的人，打听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可是问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源头。说起谢之远的去向，谢之遥胸有成竹地说：我有什么好记的？他都这么大了，口袋里也有零花钱，那不如随他去，没钱了自然会回来的。你这心真是宽呐！啊，他要是没钱去偷去抢咋办？那就让法律制裁他。从谢之遥说话的表情就能看出来，这话是故意说给谢小夏听的。在谢之遥的认知里，谢之远和谢小夏的关系非同一般。谢之远离家出走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不告知自己最要好的兄弟。而在这种情况下，谢小夏就成为了谢之遥的反向传声筒。谢小春转念一想，觉得不对劲，立刻询问谢小夏：小夏，啊，你跟他关系这么好，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没有。他让你这么说的吧？没有哥，我真不知道。啊。谢之遥提问时身体前倾，更像是对谢小夏最后的试探。当得到重复的否认后，他的微笑并非认同，而是带着果然如此的了然，既看穿了少年试图维护朋友的小心思，也体谅他夹在中间的为难。他的笑着张开手靠在后面的桌子上的动作极具深意，不再用前倾追问制造压迫感，反而用放松的姿态拉开距离，像是在无声的宣告：我已经明白你的选择了。这种肢体语言透露出他的判断，谢小夏口中的真的不知道太过于刻意，结合他与谢之远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谢之远离家出走的决绝，谢之遥必然能推断出谢小夏要么知情不报，要么被谢之远托付了隐瞒的任务。
谢小夏选择为谢知远隐瞒，本质是出于对兄弟的义气，哪怕面对谢之遥的追问和姐姐的质疑，也坚持真的不知道。这份对情谊的维护很纯粹，但他的谎言太过于直白，缺乏技巧，重复的没有真的不知道，反而暴露了心虚，甚至连谢之遥都能轻易的看穿。这种想掩饰却藏不住的笨拙，显露出他性格里的老实与单纯，没有成年人的圆滑，更像是个被戳穿心思却硬撑的少年。尽管知道隐瞒可能惹麻烦，他依然选择站在谢知远这边。这透露出他的价值观里朴素的排序，朋友间的承诺比说实话更重要，哪怕这种坚持显得幼稚。谢小夏此刻的表现让他的性格更显立体，既有老实单纯的底色，又有少年的义气与怯懦。面对压力时的逃避与笨拙，反而让这个角色更贴近现实中普通年轻人的状态，不够成熟却足够真诚。事情的真相正如谢之遥所猜想的那样，谢知远其实一直在悄悄地和谢小夏联系。谢知远向谢小夏打听家里的情况，谢小夏也如实地向谢知远反馈。不过最后他还是劝谢知远回家。你闹得差不多就回来吧。我才不回呢，回去就要上学。你还是去上学吧。大哥不说给你换个学校吗？不是，你怎么变了呀？你之前不是支持我吗？我又不知道你是因为拉肚子才不去上学的，我以为你学不进去呢。哎，算了算了，你想打工就打工吧。谢小夏对谢知远的态度从支持转为劝回，核心逻辑是基于真相的修正。他最初支持谢知远，以为对方学不进去，属于对现状的合理反抗。但当得知真相是因为拉肚子才不去上学，便立刻判断这种理由站不住脚，因此劝其回家。这种逻辑带着朴素的是非观，他认同有正当理由的反抗，却不接受逃避的借口。面对谢知远你怎么变了的质问，他先是坚持上学更重要，但被反驳后又退让为算了，你想打工就打工吧。这种妥协并非认同，而是源于对劝不动的无奈。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对方的想法，便放弃了争论，体现出年轻人处理矛盾时的典型逻辑：不擅长强硬坚持，倾向于用随你便的退让避免冲突，哪怕内心并不认同。谢小夏的思维逻辑是现实导向下的简化判断，以事实修正立场，以妥协避免冲突，却缺乏对他人深层动机的探究。这种逻辑既符合他老实务实的性格底色，也反映出他尚未成熟的处理方式，用直白的对错对应复杂的人心，用算了的妥协处理无力改变的事。挂掉了电话之后，谢小夏一个人坐在院子的角落，翻看着和网友的聊天记录。从聊天的内容来看，谢小夏极有可能已经把钱充值到了所谓的基金网站上去了。然而网站目前已经无法正常打开，对方的说辞是网站在维护，谢小夏还是心存疑虑的在聊天框里输入了你是不是在骗我，但他没有勇气把文字发送出去，最终默默地把文字全部删掉了。网站无法正常打开，对方以维护作为借口搪塞，这些都是明显的异常信号。谢小夏能意识到问题，甚至在聊天框里敲出你是不是在骗我，说明他的理性已经捕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对上海朋友全盘信任，而是开始用警惕的视角审视对方的行为。如果网友不可信，意味着他憧憬的远方，证明自己的机会可能化为泡影。这种恐惧让他下意识的回避最坏的结果。他曾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甚至为此对抗师傅，说服家人。此刻若承认被骗，等同于否定了之前的坚持。这种不堪让他想再等等看，万一是真的维护呢？再给对方一点时间。这些念头成为他暂时压下怀疑的理由，本质是用拖延逃避可能的真相。此刻谢小夏的怀疑已经产生，只是被对未来的憧憬、对自我的保护和一丝侥幸暂时掩盖。这种怀疑却不敢深究的状态，十分符合他此刻进退两难的处境。时间来到了第二天，谢小夏硬着头皮出发了。宝平婶亲自把她送到了镇口，还给谢小夏带上了一大包自己亲自做的乳扇。面对宝平婶的嘱咐，谢小夏显得有些不耐烦。记住了啊，别老给别人添麻烦。别人接待你了，你也得请人家吃个饭。知道了，能不能别一直讲一直讲？你以为我愿意啰嗦呢？我是嘱咐你要懂得人情世故。
宝平婶的嘱咐越细致，越像在提醒他此行并非儿戏，反而勾起他对未知的隐秘恐惧。他用别一直讲的不耐烦掩饰这种恐惧，仿佛只要打断母亲的话，就能暂时回避上海之行可能出错的担忧，用急切离开的姿态强化一切顺利的自我暗示。前夜发现网站异常的焦虑并未完全消失，此刻的不耐烦也暗含着对自我怀疑的压制。他需要用坚定出发的姿态说服自己，网友是可信的，上海之行是值得的，母亲的担忧是多余的。这种自我说服越用力，对干扰信息就越排斥，最终转化为直白的情绪宣泄。这种看似不懂事的反应，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脆弱与挣扎。他还没有学会如何在憧憬与现实、独立与牵挂之间找到平衡，只能用最笨拙的方式掩盖真实的情绪。就这样，谢小夏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多年的积蓄，开启了他的上海之旅。不过，他拿走银行卡的事情还是被宝平婶发现了。宝平婶联系了谢小春，告知了他这件事。谢小春马上就联系了已经抵达上海的谢小夏，并给他转了3000，让他少花银行卡里的钱。初到上海的谢小夏还没来得及感受这座城市的繁华，就被现实狠狠地上了一课。那个信誓旦旦要带他赚钱的网友，果然是个骗子，不仅骗走了他的3万积蓄，还消失得无影无踪。谢小夏急忙跑到了案发所在地报案，此时背景板上显示的是大理市公安局古城派出所。由此可见，谢小夏已经从上海回到了大理。听了受理民警的讲述，涉世未深的他自然是理解不了所谓的杀猪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谢小夏只能打电话联系了唯一信任的谢之遥。谢之遥在电话里一听事情的来龙去脉，二话不说，直接从家里来到了古城。此时的谢小夏正躲在古城里摆摊，卖宝平婶为他专门做的乳扇。看到谢之遥出现，谢小夏一脸的羞愧，甚至不敢直视谢之遥的眼睛。谢之遥带着谢小夏去吃了饭，从谢小夏这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就能猜出他这几天也没有好好的吃饭。谢之遥看了一眼谢小夏网友发的所谓基金网站，立刻就发现了是个钓鱼网站。反正这事儿不能让我阿妈知道，她心疼钱，肯定难受的睡不着觉，更不能让我阿姐知道。本来她就看我不顺眼，这么大个把柄给她抓着了，给她嘲笑我一辈子。你想多了啊，你姐可不是这样的人。就哥，你觉得她是个好人？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钱啊，我先借你。不过呢，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种网络诈骗的钱要想追回来，可能需要点时间。我知道，哥，你是不是觉得我蠢啊？不是蠢，是被这种容易得来的钱啊，冲昏了头脑。我是贪。谢小夏深知母亲节俭，怕她因为钱被骗过度焦虑，这种顾虑显露出她骨子里的孝顺，哪怕自己已经陷入困境，仍优先考虑家人的情绪，而担心被嘲笑、被抓把柄，本质是不愿意在亲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失败。这种逃避既是对自尊的维护，也暗含着对家人关系的敏感。她尚未正确理解姐姐的关心，仍停留在少年式的怕被否定的心态里。当谢之遥说他被容易得来的钱冲昏头脑时，他主动承认我是贪，这种坦诚跳出了单纯的受害者心态，开始直面自己的问题。对快速成功的渴望，对轻松赚钱的贪念，才是让自己陷入骗局的根源。这种自我剖析比之前的找借口逃避更显成熟，标志着他从怨天尤人转向直面自身缺陷的心理转折。谢之遥提议再去上海玩2天时，他果断拒绝了，并计划等上海特产到了就回去。这个细节意味深长，此前对上海的理想化滤镜彻底破碎，远方不再是救赎的象征，反而成了伤痛的记忆。他选择用带特产的方式为这场失败的旅程画上句点，既是对家人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的和解，接受闯荡失败的现实，重新锚定生活的重心。这场骗局成了他的成人礼，让他在摔打中褪去天真，开始理解欲望与现实的边界，也让人物的成长弧光更显得真实可信。作为姐姐的谢小春，对于弟弟谢小夏的这趟旅程并不是很放心。他用网上银行查询了谢小夏的银行卡余额，发现了好几笔弟弟在古城的消费，他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转头就租了一辆车前往了古城。
很快就在古城找到了谢小夏。看着在摆摊的弟弟，他的眼里都是心疼。谢小春默默走到了弟弟身边坐下。谢小夏看到姐姐突然出现，非常吃惊，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谢小夏偷偷看着谢小春，始终没有勇气先打破僵局。最后，谢小夏还是向谢小春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看着谢小春一言不发，谢小夏忍不住发问了：“说句话呀。”“说什么呀？”“想骂我就骂呗，别忍着。”“我想骂你的时候，什么时候忍着呀？”“这样啊，这件事儿，说什么也不能让阿妈知道。她那么节俭，平时1、2毛钱的菜钱都跟人家计较。要是知道被骗了这么多钱，嘴上不说什么，晚上肯定睡不着觉。钱呢，你也不用问大哥借了，我这儿还有些积蓄，先把你那3万块钱补上。电信诈骗的钱，能追回来那是最好。要是追不回来，你也不许再想了，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了。这件事儿，大哥肯定不会说的，以后谁也不能再提了。看什么看？你真不骂我？我骂的你还少啊！你听过吗？你自己什么文化水平，你自己不知道吗？人家不让你告诉家里人，就是怕被识破。你以为外头的钱那么好赚呢？而且我问你啊，我跟阿妈问你要过1分钱吗？你哪来的压力啊？外头就那么好，就那么讨厌在家里？你是不是又觉得我说你了？我不是讨厌在家里，就是想多赚点钱。目标坊生意本来就不好，少我一个也不少，师傅还能少发1份保底工资。大哥回来创业，你也把昆明的工作辞了回来。这2、3年，眼看着他把大笔的钱都投进去，雇了那么多人，每个月发那么多钱，也没什么路可来。做网店卖农产品利润薄，入不敷出的，你也拿不到什么分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我毕竟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以后总归该我养家呀，不能只靠你一个人。谢小夏其实已经在心里做好了被姐姐斥责的准备，她深知自己的冲动给家人添了麻烦，尤其是在她眼中向来严厉的姐姐面前，羞愧感让她默认挨骂是应得的惩罚。而当谢小春不仅不骂，反而提出解决方案时，谢小夏眼中充满了意外。这种意外让她紧绷的神经暂时松弛，也为后续的坦诚打开了缺口。面对姐姐外面就这么好，就那么讨厌在家里的质问，她立刻否认，并解释我就是想多赚点钱。这番辩解打破了此前逃避家乡的刻板印象。他的离开并非源于对家里的嫌弃，而是带着朴素的目标，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境。这种诉求里藏着年轻人的自尊，不愿意依附家人，渴望用赚钱证明自己的价值，哪怕方式笨拙。他细数家里的困境，木雕坊生意差，谢之遥创业投入大，却入不敷出，姐姐也拿不到分红。这些细节显露出他并非只顾自己闯的糊涂人，反而一直在默默关注家里人的辛苦。而我毕竟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以后总归该我养家的自白，更是责任感的集中爆发。此前的冲动闯荡，本质上是这种责任感的扭曲表达。他急于承担家庭责任，却因为缺乏经验和耐心，走上了急功近利的弯路。这番话也暗含着他对自身角色的反思。他不再将离开视为证明价值的唯一途径，而是开始思考留在家里也能承担责任。对成长的理解从去远方闯荡转向了为家人分担。这场失败的旅程终于让他明白了责任的真正含义，也让他对家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知。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又笨，想的又多？我知道我笨。你是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水到渠成？河里有水，咱们得先挖水渠，水才能引到地里来。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急不得的。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想办法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出去，你就知道跑。
我告诉你，谢小夏，你这种做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好吃懒做、好高骛远、好逸恶劳。你这样能有什么大出息啊？行了，我不说你了，啊，你自己好好想。我知道了。你知道了。谢小夏知道自己这一次因为冲动被骗，因为急躁犯错，也承认自己没看到慢慢积累的价值。这种认知更像是对姐姐观点的被动妥协，而非主动反思后的深刻觉醒。他对传统价值与现代变现的关系、外界信息与自身思考的权重等深层问题仍缺乏清晰的认知，只是暂时搁置了争议。谢小夏此时的认知更像是被说服后的暂时妥协，他承认自己的急躁、盲从等表层问题，却未真正消化积累的价值、手艺的意义、直面问题的勇气等核心认知。这种状态符合他受挫后的成长节奏，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姐姐的话就像一颗种子，需要时间才能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而他真正的觉醒还需要在后续的实践中进一步的体悟。聊完了这件大事，姐弟俩在地摊上对付了一顿。谢小春在临走前叮嘱谢小夏，回家的时候千万不能露馅儿。谢小夏懵懂的点了点头，看着姐姐转身要走，谢小夏叫住了她，并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姐，对不起。干嘛呀？恶心死了！以后少让我生气，比什么都强啊！好，走了，拜拜。我怎么能说恶心死？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真是……我干嘛抱着呀？好想死啊！此处和谢小春的拥抱是谢小夏压抑已久的情感自然流露。经历骗局之后，姐姐不但没有指责，反而主动兜底解决问题。这份包容让她此前的愧疚、感激与亲近瞬间冲破防线。她用最直接的肢体语言说对不起，既是对自己冲动行为的道歉，也是对姐姐无声支持的回应。此刻的她暂时放下了少年的倔强，流露出难得的柔软，仿佛在说：我知道错了，也谢谢你。拥抱后立刻后悔是典型的少年式别扭。对于谢小夏而言，这样直白的情感表达显然超出了她的舒适区。平时与姐姐或许更多的是拌嘴互怼，突然的温情让她浑身不自在，甚至觉得丢脸。这种后悔并非否定拥抱的意义，而是源于对过于肉麻的本能抗拒，带着点刚才太冲动了的自我调侃。本身是羞涩感在作祟，那声好想死啊，更像是一种轻松的自我嘲解，而微笑才是他的真心。他终于在犯错后与姐姐达成了无声的和解，也悄悄地与那个冲动冒失的自己和解了。这段细节让谢小夏的形象更显鲜活，她既有犯错后的羞愧与成长，又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羞涩与别扭，情感表达笨拙却真实，就像现实中许多不擅长说话的年轻人，一句对不起要鼓足勇气，一个拥抱要纠结半天，却藏着朴素的真心。当天晚上，谢小夏跑去找了在古城的谢知远，向他展示了钓鱼网站。谢知远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直到谢小夏点破才恍然大悟。这怎么看出来的？没看出来才被骗吗？不是夏海哥，你说这个谁能看出来呀？对啊，大哥一眼就看出来了，我阿姐也看出来了，说收益率太高。阿远，你还是得读书啊。嗯。哎，夏夏哥，那个上海你还去吗？不去了，没钱了。而且有些事情我得想清楚。夏夏哥，你是不是被你阿姐洗脑了？你不去闯荡上海了？什么洗脑啊？我阿姐读过书，什么事情比我想的清楚。读过书的还是不一样。也对。这段剧情中，谢小夏不再像此前那样抗拒他人的判断，反而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认知上的不足。
被高收益蒙蔽，没能识破骗局，而有经验有学识的人能更早察觉风险。这种接纳并非自我否定，而是带着挫败后的客观。他终于明白自己的想当然和急于求成，本质上是认知广度与深度的欠缺。面对小亮是不是被阿姐洗脑的调侃，他坚定地反驳：我阿姐读过书，什么事情比我想得清楚，读过书的还是不一样。这句话是他心态的重要转变。此前他或许觉得闯荡比读书守传统更有价值，而经历骗局后，他真切地体会到，有学识、有思考的人更能理性地判断问题。这种认可不再是被动接受家人的劝说，而是源于自身教训的主动觉醒。他开始理解，读书思考并非无用，而是能让人避开陷阱的底气。他对谢志远说：“你还是得读书啊！”带着过来人的恳切，这句劝诫不再是简单重复家人的观点，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切肤之痛。他用被钓鱼网站欺骗的经历证明，缺乏认知和判断力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读书恰恰是积累认知、提升判断力的重要途径。这种劝诫里藏着对谢之远的保护欲，也暗含着对自己如果当时更清醒的遗憾。而此刻，他不仅认同姐姐的判断，更主动肯定读过书的人想问题更清楚，标志着他从排斥他人意见转向愿意承认并学习他人长处。这种转变不是妥协，而是成熟的开始。他学会从失败中提取教训，从他人的优势中看到值得借鉴的地方。要不开一局？行，不玩了，没心情。让你拿白底手边。不是我，啥号？谢小夏先是明确不玩了，没心情，直白传递出因挫折而低落的情绪，不掩饰不伪装。可当被同伴用兴趣点撬动时，又能迅速放下负面情绪，果断加入游戏。这种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特点，显露出他性格里的直率与不执拗。虽然会因为事情消沉，但不会沉溺其中，容易被身边人的活力带动，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抗打击韧性，哪怕这份韧性带着点没心没肺的底色。街角的最后这段剧情回收了剧情初期他木雕时看视频的小伏笔，让谢小夏的形象更显真实。他不是经历挫折就会一蹶不振的苦心角色，也不是突然变得深沉的小大人，而是一个会沮丧、会被同伴带动，在成长中笨拙摇摆的普通少年。这份真实让他的性格更具感染力。在古城待了几天之后，谢小夏回到了鱼苗村。从他带的行李可以看出来，乳扇已经被他都卖掉了。所谓的上海特产也是从网上买来的。不过谢小夏表现的确实比较自然，并没有引起宝瓶婶的怀疑。当天晚上，谢小夏就跑去找了师傅谢和顺道歉。虽然已是夜里，谢师傅依然在忙着打磨作品。看到了谢小夏拎着礼物上门，他抬头看了一眼，便继续忙手中的事情。谢小夏了解师傅的脾气，于是硬着头皮说自己不去上海了，希望师傅还能收下自己。谢和顺没有明确表态，而谢小夏愣了几秒钟，转身就跑去拿了扫帚进屋打扫。这下给谢和顺惹毛了。这干什么呀？师傅，您不老嫌我眼里没活吗？我干点活稍微师傅你抬下脚。行，你躲开！师傅，您再替我两脚出出气，师傅来。师傅，我错了，我以后都听您的，我也不玩游戏了，我也不直播了。你还要我吗？你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我说什么了？你呀，别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装个样子，没勤快2天就又想东想西的。收收心。好嘞，师傅。谢和顺被吓得一激灵，接着谢小夏拿了一块蝴蝶酥，拆开包装，厚着脸皮强行喂给谢和顺吃，师徒之间的矛盾也顺利的化解开了。这段剧情中，谢小夏面对师傅的冷淡没有退缩，反而硬着头皮表态，主动扫地，甚至嬉皮笑脸的让师傅再踹2脚。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褪去了此前与师傅对抗时的戾气，变成了带着讨好的坚持，哪怕被师傅嫌弃装样子，也依然
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原谅，显露出他性格里认定一件事就不放弃的坚韧。只是这份坚韧从反抗转向了修复关系。他主动提扫帚，眼里有活儿，用宁抬下脚的亲昵语气打破僵局，甚至厚着脸皮强行喂师傅吃蝴蝶酥。这些举动藏着少年人的机灵，他摸透了师傅嘴硬心软的脾气，知道耍赖式的真诚比讲道理更有效。这种变通让他跳出了此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变得更懂得人情世故。当师傅默许他留下，他立刻用好嘞师傅的雀跃回应，甚至敢用强行喂蝴蝶酥的方式互动。这种轻松感源于关系的破冰。他确认师傅没有真的放弃自己，于是卸下所有防备，用最自然的状态与师傅相处。此前的紧张与不安彻底消散，只剩下失而复得的喜悦。谢小夏依然保留着年轻人特有的直白与鲜活，哪怕是道歉，也带着点没大没小的亲昵。正是这份真实，让师徒间的和解显得自然动人。谢小夏回到鱼苗村之后，谢之遥立刻安排他辅助谢之遥立刻安排他辅助村官黄星星一起到村里派发反诈的宣传单页。看着宣传单页上的内容，谢小夏的内心很复杂，但他也读懂了谢之遥的良苦用心。宣传到电商仓库的时候，大家都对单页上的诈骗手段嗤之以鼻，谢小夏却说：“那也有更高明的诈骗方式啊，比如先跟你做朋友，等你放松警惕以后，说带你买基金、炒期货赚钱，那不就更是骗子了？那怎么是骗子了？有这么傻的人呀？有钱赚不自己赚，非要带着网友一起去赚去，有这人吗？”此处谢小夏说的诈骗方式其实是自己的现身说法，每一个细节都源于自己的切肤之痛，只不过在场的人都不知情而已。谢小夏在反诈宣传的语境下，下意识地将自己的遭遇转化为更高明的诈骗案例。此刻他没有回避细节，反而主动地点出骗局的隐藏性。这种提醒里藏着强烈的警醒欲，他不想让别人重蹈覆辙，于是将自己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反诈素材，哪怕这种转化需要他直面痛苦，也在所不惜。这既是对谢之遥安排他参与宣传的回应，也是一种自我救赎，通过帮助他人减轻自己因为被骗产生的负罪感。经历了上海的惨痛教训，谢小夏仿佛变了一个人，那个浮躁急于求成的少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稳踏实的青年。谢小夏回到木雕坊工作后，谢之遥也开始介入木雕坊的宣传，帮着谢和顺师傅一起做起了网上的推广，让他的手艺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谢之遥和谢和顺商量之后，决定让谢小夏继续做直播，顺便还帮他们策划了一个师徒主题的短视频。谢和顺一听立刻拒绝，但是面对谢小夏的镜头，谢和顺表现出来的不知所措却成了最真诚的表演。哎，你看这孩子，一沾拍着玩他就来劲。你说你把这劲儿你使在干活上，你还是今天这程度吗？啊！师傅，我爱你。边儿去！哎呦，汗出呀！你还拍一个过来！哎，你看这孩子，走，你说他就沾这个他来劲的。特别好，真的。后期我再剪辑一下，加点效果和花字。你们师徒的主题就叫“师傅再打我一次”。这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的系列视频之后的剧情里还出现了好几次，后期甚至还接到了商务广告，也算是比较成功的一项尝试了。心态转变后的谢小夏重新专注于木雕技艺的提升，他每天早早的来到木雕坊，一坐就是一整天，沉浸在木雕的世界里。许红豆因为帮助谢之遥管理有风小馆，两人的绯闻在村里传得越来越玄幻，连谢小夏都信以为真了，悄悄的雕了一尊送子观音送给许红豆。许红豆看到的时候都傻眼了，雕得不错呀，为什么送我？我也没什么钱，就会这个。这是送子观音，观音抱着两个孩子，放在家里能生双胞胎。你能不能别添乱了？添什么乱？真送我呀？啊，那你可别后悔。我不后悔，我雕的不好，你不嫌弃就行。我不嫌弃，我喜欢。那我走了。哎，拜拜。拜拜。
这段剧情中，谢小夏呈现出单纯直率、朴质真诚，且带着点未经世事的憨气。他轻信村里关于许红豆和谢之遥的绯闻，甚至认真到了悄悄丢了送子观音作为礼物。这种行为完全基于最朴素的认知，既然传他们关系好，送子观音就是祝福。他不懂得绯闻玄幻的本质，也没有想过这份礼物可能会带来尴尬，只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表达善意，透着一股不被世俗复杂逻辑污染的单纯。送子观音虽然不合时宜，却是他用心雕琢的成果，让这件作品成为了他心意的载体。这种善意笨拙却滚烫，他不懂成年人社交的分寸感，不知道送这样的礼物可能唐突，只知道祝福别人就该送吉祥的东西，用自己世界里的逻辑去对待他人，反而显得格外真挚。经历骗局后，谢小夏变得踏实沉稳，但骨子里的少年气仍然在。他依然会轻信传言，依然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想法，依然不懂人情世故中的弯弯绕绕。这种保留并非幼稚，而是在被现实打磨后，依然守着内心的纯粹。他相信善意能被感知，相信自己的手艺能够传递温度。这种特质让他在成熟与天真之间找到了平衡，更显得真实动人。在谢小夏的青春里，有一个如阳光般灿烂的女孩，那就是娜娜。他们的相遇充满了戏剧性。那时候，娜娜正经历自己的人生低谷，自驾游的时候路过了鱼苗村，车子陷在了田里，谢小夏正巧路过，热心帮忙推车。结果娜娜一动操作下来，弄了谢小夏一脸的土。最后车子从土坑里被推了出来，娜娜想要请谢小夏吃饭表示感谢，结果谢小夏完全不求回报，默默的就离开了。而随后路过的谢小春带着娜娜去了餐厅吃饭，或许是因为鱼苗村独有的风土人情吸引了娜娜，让她留了下来。从此娜娜走进了谢小夏的世界。娜娜出现以后，谢小夏总是默默地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娜娜也时不时就会在有风小馆做好饭带过来和谢小夏一起吃。这段时间住在有风小院里的大麦因为写作陷入了低谷，娜娜为此也十分的苦恼。谢小夏虽然迟钝，但是看到娜娜没有胃口，似乎也察觉到了异样。你怎么了？我就是在想，要怎么帮助我的朋友。你不是有钱吗？你借给他。肤浅，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工作的问题。他就是很没有自信啊。你鼓励他呀，给他加油。是你的身份吗？我之前木雕的时候，我师傅就老骂我，雕的什么玩意儿。那会儿我这挺不想干的了就。但是有一次，我偷听到我师傅骂我师弟，我师傅就说：“你们别学夏家，他是懒，但他头脑快，手巧，一教就会。”那时候我就挺高兴的。那你就是喜欢听你师傅夸你呗？也不是，我就是觉得需要点正面的鼓励。我有正面的鼓励他，我有跟他说你很棒，可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激励效果。可能别人觉得你在跟他客气吧。不是客气，是真心的。嗯。哎，你说我要不要再跟他多说几遍，就像不停给人洗脑那样？当娜娜困惑如何帮助大麦时，谢小夏没有空谈道理，而是立刻联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他用自己需要正面鼓励的切身体验，推导出娜娜口中的朋友可能也需要更有效的鼓励。这种逻辑完全基于个人经验，简单直接，却带着真诚的共情。他不懂得复杂的心理分析，只能用“我曾被怎么样打动”来类比其他人的需求。面对娜娜的困扰，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不是有钱吗？借给他。”被否定后又提出鼓励他，给他加油，最后认同多说几遍像洗脑。这些想法都指向直接行动，认为问题可以通过单一明确的方式解决。这种直线思维源于他的性格底色，简单务实，习惯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处理问题，而非深入探究隐性的心理需求。娜娜的困惑更偏向于感性层面，
他知道要鼓励，却苦恼如何让鼓励真正有效，纠结于方式的细腻度。而谢小夏的回应更偏向于理性支招，直接给出具体的方法，哪怕方法显得粗糙。这种差异源于两人性格的不同。娜娜敏感细腻，习惯从心理感受出发；夏夏直率务实，习惯从行动层面切入，但本质上都是在为朋友想办法。目标一致，这种差异恰恰让人物关系更显真实。就像现实中，两个关心彼此的人未必需要完全同频，但总能在真诚的交流中找到共鸣。娜娜在有风小馆工作期间，经常会开发各种新奇的甜品，每次都会找来谢小夏吃。不管甜品的味道如何，谢小夏总是一口塞得满满，还会认真的给出反馈，因为对她来说，这是和娜娜相处的珍贵时光。这一次，娜娜投喂的是叉烧三明治，从谢小夏的表情就能看出来，新品开发并不是很成功。怎么样？不好吃。叉烧有点腻，太甜了，而且这很奇怪。优点呢？面包很松软，很香。看来巧克力酱要少放一点，叉烧应该再烤得焦一点。明天早上你再来继续。还要我吃啊？你就当过来吃早饭，吃完别浪费。明天我不来了，我在家吃。你昨天也这么说，好像。谢小夏毫不掩饰不好吃的真实感受，直言叉烧腻、太甜、奇怪，没有为了讨好而违心夸赞。这种坦诚源于他的憨直，不懂社交中的委婉，习惯用最直接的语言表达感受。但他并非只顾批评，在追问优点时会认真思考，之后说出面包很松软，既守住了真实，又留了分寸，显出他性格里实在的底色。嘴上明确说我明天不来了，我在家吃，却被许红豆戳穿。昨天好像也是这么说的，暴露了他的口是心非。他看似拒绝试吃，实则从未真的拒绝，哪怕知道可能味道不佳，也愿意一次次赴约。这种嘴硬是少年人掩饰心动的方式，而心软才是本质。他舍不得拒绝娜娜的期待，更珍惜这份试吃带来的相处机会，只是用别扭的方式藏起这份心意。对谢小夏而言，试吃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评价食物本身，这是他与娜娜固定的互动契机。哪怕食物的味道一般，他也一口塞得满满，并认真反馈，甚至在嘴上拒绝后仍然默默赴约。这些细节都隐藏着他对娜娜的青涩情愫。他不会用华丽的语言表达好感，只能通过配合试吃这种笨拙的方式靠近对方，用行动践行珍惜相处时光的心意。剧中，娜娜第二次向谢小夏投喂的新品比第一次还奇怪，水晶粉皮包裹着其他食材，只不过中间加了折耳根，味道实在是太腥了，连身为本地人的谢小夏都无法接受。怎么样？好吃吗？味道有点奇怪，有点生。因为我在里面加了折耳根。你加折耳根干啥？我们本地人不是爱吃这个吗？我们本地人也不这么吃啊。啊？什么味道？不应该加折耳根的。没好意思直接说。谢小夏明明觉得加了折耳根的新品太腥，却没有好意思直接说，直到娜娜自己吐槽后才坦白。这种隐忍源于他对娜娜情绪的在意，他能察觉到娜娜的情绪变化，却不知道如何恰当表达关心，只能用先顺着对方的方式默默维护。娜娜回复手机信息之后，情绪突然失落了起来，看着娜娜失落的表情，谢小夏询问她怎么了，娜娜说大麦走了。那你是不是也该走了？我不走呀，早晚也得走啊。早晚走也不是现在。明年。明年的事情远着呢，我不知道，还没计划过。想着是感觉挺远的，我一转眼就是1年。
谢小夏的这段话看似直白，实则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安。他害怕娜娜像大麦一样离开云苗村，害怕这段试吃相处建立的连结最终消散。这种试探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口是心非，他用早晚要走的消极预判掩饰对娜娜留下的期待，仿佛先说出最坏的结果就能减轻未来可能的失落，而一转眼就是1年的感慨，更暗含着对时间流逝的焦虑。他怕这段关系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就被离别打断。这种对话的留白里藏着他的茫然，他无法左右娜娜的去留，也不知道这段关系会走向何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不确定的现状。这种无力感让他不敢表现得过于热情，只能用疏离的语气掩盖内心的在意，像一只怕被拒绝而先缩回爪子的小动物。在谢小夏的心里，娜娜早已经不是普通朋友。面对在意的人，她开始变得患得患失，既想坦诚表达想法，又怕说话太重伤害对方；既想确认对方的心意，又怕得到否定的答案。这种青涩又真诚的状态，让人物更显立体动人。许红豆回到老家一段时间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并征询了家里的综合意见，最终决定接手村里的民宿，又一次回到了云苗村。为了迎接许红豆的归来，谢之遥特意安排了一大桌菜给他接风。开席之前，众人调侃谢之遥之前说的玩笑话，事情干得好，村委会就给发对象。娜娜一听也开起了玩笑，干得好还发对象啊？那等民宿开起来了也给我发一个呗。发，把夏夏发给你行不行？人家是老板，能看上夏夏。我不嫌弃，等到民宿开起来了去你家拿。好，哎，我跟你讲啊，不嫌弃，随便拿。夏夏，你脸怎么红了？别说，夏夏，你这个脸皮不能这么薄，那你怎么讨媳妇儿啊？对不对？啊，来弟，说下。这段长辈间的玩笑话让谢小夏瞬间陷入尴尬。他本就不擅长应对这种直白的情感玩笑，尤其调侃对象还是自己在意的娜娜，这种羞涩让他手足无措，可能下意识的低头脸红，完全暴露了他在人际互动中脸皮薄的特质。而娜娜大方的回应，对谢小夏而言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他的那句不嫌弃，在他心里或许被解读为娜娜并不排斥我，这种紧张让他更加慌乱，却也悄悄牵动了他的注意力。所有调侃的声音里，他唯独对娜娜的回应格外敏感。表面上被调侃的不好意思，但谢小夏的内心深处一定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窃喜。从他之前默默关注娜娜，珍惜与她相处的时光，不难看出他对娜娜本身就有懵懂的好感。此刻众人的玩笑将两人绑定在一起，哪怕是戏言，也让他潜意识里觉得关系似乎更近了一步。这种隐秘的期待让羞涩中多了份甜甜的悸动。后来有一天夜里，因为新员工的疏忽，导致有风小馆卫生间的下水道堵了，污水横流。娜娜连夜回到有风小馆，正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时候，谢小夏及时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裤子走进水里，帮娜娜疏通下水道。结束之后，娜娜为了感谢他，亲手做了一份炒饭，谢小夏吃得格外满足。那顿饭他品尝到的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份别样的甜蜜。看到娜娜的鞋子湿透了，谢小夏大方地说：“你穿我的吧。”那你穿什么呀？没事，我光脚就行。这怎么行？我没脚气，要不我给你冲冲再穿。我又不是嫌这个。那你穿呗，你们女孩都是金花。我最近发现你长大了，连你姐都说你心稳了，能坐得住了。你这不是骂我吗？我都22了。我这是夸你呢。可能人都有这个阶段吧，不知不觉的就没了小孩子气。我之前总觉得你跟谢总他弟弟差不多，现在像个男人了。本来就是这样。从主动帮忙疏通下水道，到愿意让出自己的拖鞋，再到笨拙的解释我没有脚气，谢小夏的所有举动都带着对娜娜的本能在意。这种体贴不再像之前那样嘴硬心软，而是变得更自然更主动。他不再掩饰自己想为娜娜分担的心意，甚至愿意放下面子，只为让对方舒服。
这种变化源于他的成长，更源于他对娜娜的特殊情感。在意的人面前，他愿意展现最真诚的一面。此前谢小夏的焦虑多源于不被认可，而娜娜的话“你姐都说你心稳了”，相当于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努力不仅被身边的人看到，更被自己在意的人记住并肯定。这种被看见的感觉，让他此前的不安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踏实的自信。原来自己的成长真的能被感知到。谢小夏此刻的内心是成长被确认后的甜蜜与笃定。娜娜的评价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对成熟的自我认知。接着娜娜聊起了民宿的相关话题，谢小夏好奇地问她是不是开了民宿就不走了，可娜娜的回答让她有些失望。不是啊。不是吗？对啊，我们徐总的目标不止开这一家店，之前做规划的时候就说要开连锁品牌的。也许有一天会在别的村落开新的店，那我作为一个二把手，也许会去到别的店。你们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好厉害！夏夏，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多看一看，这样子眼界也会不一样哦。现在生意挺好的，就不想这些了。可是如果你想要保持的话，你就要跟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跟不上世界的脚步，总是会被淘汰的。大哥也这么说。当娜娜明确表示可能会去别的店，谢小夏的回应看似在夸赞，实则难掩失落。这份失落源于他对娜娜留下的期待再次落空。从之前试探早晚也得走，到此刻确认可能去别的村落，他始终被动承受着对方终将离开的现实。这种接受带着无奈，他清楚娜娜的世界广阔，自己无法挽留，只能用厉害这样的词掩饰内心的怅然，像把舍不得说出口的话悄悄咽了回去。面对娜娜去外面看看的建议，他立刻用借口回避。这种抵触并非真的满足于现状，而是源于对未知的本能防御。经历了上海骗局的挫折后，他对远方的憧憬早已被现实磨平，反而觉得留在云苗村更踏实。他用生意好作为借口，本质是给自己设了一道心理防线，怕再次受伤，怕适应不了外面的世界，于是主动缩在熟悉的舒适区里。勇敢的少年，跟万物的消亡做抗争吧，直到无法挽回的那一刻。怎么样，饭好吃吗？好吃，吃吧。面对娜娜的金句鼓励，谢小夏没有反驳，也没有热情回应，而是以沉默承接。这种无措源于他此刻的矛盾，既被勇敢、抗争这样的词触动，又被现实的牵绊困住，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份期待。谢小夏此时的内心是安稳与成长的拉扯，这种状态正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在固守与突破之间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平衡，带着犹豫，却已悄悄埋下改变的种子。随着剧情的推进，谢小夏对娜娜的感情越来越深。因为云苗村在网上爆火，娜娜被网友认出是个网红之后，又一次陷入了舆论的风波，整个人陷入低谷。当娜娜想要逃离时，谢小夏心急如焚，她放下手中的木雕工作，来到有风小院安慰娜娜。但是青涩的谢小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娜娜主动开启了话题，聊起了自己的过往。谢小夏安慰她说：“怎么会没事呢？我看着都觉得挺可怕的。”是有一点，不过真的没事了。你是不是要走了？我本来想要回上海陪我爸妈的，票都买好了，结果大麦来了。那你要是前2天就走了的话，是不是就不回来了？也许吧，我也不知道。不过民宿我还是会照样投资的。你想去哪儿？不知道啊。就像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在云南待这么久一样。
面对娜娜没事了的轻描淡写，他的沉默并非认同，而是因为共情对方的困境而感到沉重。他知道诈捐风波对娜娜的打击有多重，也明白她的没事可能是强装镇定。这种焦灼让他放下熟悉的木雕工作，来到小院，哪怕不懂如何安慰，也要用在场传递支持，再次显露出他对娜娜的在意早已超越普通朋友。对话始终围绕走不走、回不回展开。谢小夏的每一个问题都像在触碰一根紧绷的神经。经历过娜娜此前可能去其他店的铺垫，他对离别的恐惧已经被放大。他怕这场风波成为娜娜离开的导火索，怕她像也会去别的村落一样，彻底从云苗村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这种恐惧让他的追问里带着点明知可能受伤也要确认的执拗。尽管不懂复杂的安慰方式，他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守护，用我来陪你的行动代替语言，用追问确认对方的去留，本质是舍不得让娜娜在低谷时独自面对。当娜娜说看来平日没白疼你，他没有接话，却用持续的追问暴露了真实的心意。他在意的不是被疼的回报，而是不想失去这份被疼的关系。这种不舍藏在每一个关于走与留的问题里，笨拙却真挚。娜娜说人生好奇妙，如果当初没有相遇，自己就不会留在云苗村了。谢小夏接着说，那就别走了呗，起码别就这么走了。别就这么走。我阿妈说过，不要饿着肚子走，不要委屈着走，不要哭着走。这样走的人不好受，没把人留住的人也不好受。你要走的话，你就等开心了再走呗。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好，无言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渐入了眼睛。如果要走，就开心的走。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喝杯咖啡再走啊？不喝了。谢小夏。你帮了我的忙，我说请你吃饭，你说不用了。你过来安慰我半天，我说请你喝杯咖啡，你也说不用。你这个人就真不求回报啊！你好起来就行。这样就行了。对，这样就行了。这里谢小夏引用母亲的话，劝娜娜等开心了再走。这段话里藏着超越年龄的细腻，他不懂复杂的情感表达，却用最朴素的生活哲理传递的心疼。他见不得娜娜带着委屈和风波的阴影离开，希望她能带着释然与开心告别。面对娜娜你就这么不求回报的疑问，他只是简单的回应你好起来就行，没有丝毫犹豫。对谢小夏而言，接近娜娜，关心娜娜，从来不是等价交换，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逻辑：只要她能走出低谷，重新开心起来，自己的付出就有了意义。这种纯粹像未经污染的溪水，不带任何的功利性，只有对在意人最本真的祝福，比任何华丽的承诺都更动人。他没有用激烈的言辞挽留，也没有表露我舍不得你的直白心意，而是用等开心了再走的约定，给了娜娜时间和尊重。这种克制藏着她的成长，从此前对离别的焦虑试探，到此刻愿意接受她可能会走的现实，只要求她走得开心。这份成熟里藏着更深的在意，他的爱不是必须留在我身边，而是希望你过得好，无论在哪里。转身离开时的干脆，也不是冷漠，而是怕给他增加压力，用保持距离的方式守护他的情绪。此前他总在证明自己长大了，像个男人，而此刻这份被娜娜需要能为他分担的感觉，让他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不需要语言夸赞，不需要物质回报，只要对方能从低谷中走出来，他就觉得足够了。
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带着少年人特有的赤诚，也透着他对爱的朴素理解。爱就是让对方过得更好。后来在朋友们的安慰下，娜娜逐渐走出了这段阴影，重新开启了直播，生活也回到了正轨。在这之后的剧情中，当胡有余要离开鱼苗村之际，邀请大家去他唱歌的酒吧捧场，娜娜和谢小夏也一起去了。那一天，娜娜被其他客人搭讪，她一把搂住谢小夏的肩膀，拿她当挡箭牌，拒绝了别人。宝平婶听到信以为真，疑惑地向娜娜求证，娜娜笑着解释说只是一个借口。阿贵婶在一旁起哄说娜娜和谢小夏在一起很像是那么回事儿，谢小夏连忙打圆场，别说了，无聊。别开玩笑了，我弟都不好意思了。宝平婶，以后等夏夏结婚，我一定出一份彩礼。好，谢谢。你也无聊。此时谢小夏表面上是在抗拒，实则是在掩饰内心的窃喜。她并非真的觉得无聊，只是不好意思让这份暧昧被当众戳破，怕自己的心意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这种嘴硬是她一贯的风格，越是在意越要装作不在意，却在细微的表情和动作里暴露了她真实的情绪。娜娜笑着解释只是一个借口，并以我弟的不好意思了将关系拉回姐弟的定位时，谢小夏的不好意思里多了几分清醒的失落。尤其是听到娜娜说以后等夏夏结婚我一定出一份彩礼时，她明确回应你也无聊，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沮丧。这份彩礼的玩笑彻底击碎了她刚才因为亲近而升起的微弱期待，让她不得不面对两人只是朋友的现实。谢小夏全程都在希望这是真的与知道这是玩笑的矛盾中挣扎。娜娜的挡箭牌是玩笑，却让她心动；众人的起哄是玩笑，却让她窃喜。娜娜的澄清是现实，却让她失落。这种挣扎源于她对娜娜深沉却不敢言说的感情。她既渴望这些玩笑能掺杂几分真心，又怕自己当真后会更受伤，只能在玩笑的掩护下默默消化这份复杂的情绪。故事的最后，谢小夏决定去厦门的木雕工作室学习，在离开之前特意去找了娜娜。她鼓起勇气问娜娜说：那我给你发信息你回吗？回啊，怎么可能不回呢？一定要回啊！夏夏，我是一直拿你当弟弟的。我知道，没关系。我给你发信息，你回吗？这句话看似平常，实则是谢小夏对两人关系的最后试探。他渴望用保持联系的约定，为这份尚未说破的感情留一丝可能。眼神里的期待是希望娜娜能读懂他未说出口的心意，声音的微微颤抖则暴露了他的紧张，既怕得到否定的答案，又怕自己的勇气撑不住这一刻的坦诚。这种试探带着一股明知可能失败也要奋力一搏的孤勇，是他对这份情感最直白的告别。当娜娜说我是一直拿你当弟弟的，谢小夏立刻笑着说我知道，没关系。这个笑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铠甲，他用表面的轻松掩饰内心的失落，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狼狈。我知道3个字或许是早已经预料到的答案，只是亲耳听到时仍需要用极大的克制才能维持平静。而没关系则是他给自己的台阶，也是对娜娜的体谅，不纠缠不抱怨，体面地接受这份姐弟的定位。谢小夏的这份平静并非麻木，而是真正的成长。他终于明白了，感情无法强求，而尊重对方的选择也是对自己的成全。从最初面对娜娜时的羞涩试探，到此刻能坦然接受弟弟的身份，他也学会了放下执念，将这份情感转化为对未来的期待。这种释然让他的离开多了份成熟的笃定。在这段无疾而终的暗恋里，谢小夏完成了一个少年在情感里的最后蜕变。他勇敢过，期待过，也失落过，但最终选择用体面的方式接受现实。那份笑容里有对过去的释然，对未来的勇气，更有对这份未开花结果的感情最温柔的珍藏。就像鱼苗村的风，来过，吹过，最终带着祝福奔向更远的远方。
回顾谢小夏的故事，我们见证了她从一个冲动冒失、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涩少年，蜕变成为一个懂得责任、接纳现实、心怀温柔的成熟青年。她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挫折、每一次成长，都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与复杂，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成长的力量。初登场时，谢小夏是典型的小镇青年缩影，不满于木雕坊的平淡生活，轻信网络骗局，将去上海闯荡视为摆脱平庸的捷径。他对家人叮嘱的不耐烦，对传统技艺的不屑，甚至觉得自己在家中多余。此时的他内心充满对快速成功的渴望，却缺乏对现实的认知，用逃离家乡的冲动掩饰对自我价值的迷茫。他以为远方能解决所有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自己逃避的是踏实积累的勇气。上海之行的骗局成为谢小夏成长的转折点，从报案时的茫然无措，到面对谢之遥姐姐时的羞愧自责，他第一次被迫直面自己的问题，不是运气不好，而是被贪念和急功近利冲昏了头脑。回到云苗村后，他褪去了对远方的滤镜，开始锚定脚下的土地，初步理解责任不仅是赚钱养家的口号，更是守住当下的踏实。结局时，谢小夏选择去厦门学习木雕，他坦然接受娜娜拿他当弟弟的回应，用我知道没关系的笑容体面告别，将遗憾转化为成长的养分。他不再将离开视为逃避，而是以学习手艺为目标的主动成长，明白走出去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带着更好的自己回来。此时的他终于理解，成长不是推翻过去，而是带着过往的经历，更清醒地走向未来。谢小夏的人物弧光是无数平凡人成长的缩影。他曾经因为年轻气盛摔得头破血流，却在挫败中学会了低头；曾因急于证明而否定当下，却在回归后懂得了坚守；曾因懵懂爱恋而患得患失，却在告别时学会了温柔。最终，他从需要被照顾的少年成长为能照顾他人的青年，从追逐虚幻的远方到守住真实的当下，活成了云苗村的一缕风，带着青涩的印记，却已然有了拂过人心的温柔力量。好了，今天关于谢小夏的人物分析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观众老爷可以看到这里，欢迎点赞、收藏、转发、评论和互动讨论。我是小黑，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我感觉我都老了。你才16，我都18了，我才老了。你俩滚！